快来看，俄军自拍载入自媒体史册了。其亲自拍下乌军无人机直闯黑海舰队大后方，炸毁俄军基地的瞬间。据悉，在2026年5月底，在俄黑海舰队新家新罗西斯克，俄军士兵捧着镜头，正骂骂咧咧地看着海面。下一秒，一道黑影贴着水面疾驰而至，随着轰的一声巨响，火光冲天，俄军黑海舰队的大后方直接被乌克兰无人机开了瓢。虽然乌军最开始喊的是击中了俄军巡防舰艾森海军上将号，但根据最新的卫星对比，倒霉的更可能是机警号。这种连自卫都成问题的老机警，在乌军 FP-12无人机的突防下，最终成了海面上的大烟花。但这只是前菜。没过2天，乌军无人系统部队 USF 指挥官布罗夫迪再次刷屏。他在罗斯托夫州的亚速海沿岸，用无人机群给俄军上了一课。什么叫精准去军事化？即俄军2架极其罕见的图142反潜巡逻机，在塔甘罗格机场直接被炸成了零件，其中一架更是珍贵的图142 M2 型。这玩意儿可是俄军核指挥体系中的空中传声筒，没了它，俄军水底下的核潜艇想接个电话，恐怕都得浮上来找 WiFi。看到这些战果，屏幕前的你是不是又对乌克兰获胜再添了一份信心？大家别急，好消息还没说完。乌克兰粉丝应该都知道，乌军兄弟现在最头疼的并不是俄军这些半报废的军舰，而是那些看得到却打不着的俄军滑翔炸弹。仅在今年3月份，光数据显示，俄军就已投下创纪录的7987枚导引滑翔炸弹，4月又是7000多枚。这些苏34挂着巨大的翅膀，在几十公里外一扔就跑，乌军阵地就像被巨人的铁锤反复夯击，防不胜防。乌军除了加大投入防空系统，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但现在不同了，美国军文媒体 Defense News 引述多名空战专家分析指出，若乌克兰获得搭载流星导弹的瑞典鹰式战机，将有机会在俄军苏34投放滑翔炸弹前发动拦截，削弱俄军重要空中优势。那么若是有足够的鹰式战机援助乌克兰，对这场战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？乌空军会如何安排战术？提起瑞典，你想到的可能是宜家或者是维京海盗，但在居民眼里，这个人口才1000万的国家却是全球军工界的暴力美学大师。从单兵人手一个的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，到咱们今天重点要说的欧洲3杰之一，瑞典人走出的军工路线就像他们的性格一样独立硬核，且充满了对大国的不屑。特别是这个 SAAB 萨博公司，在研发 JAS-39 鹰式之前，就已经搞出了惊为天人的萨博35和萨博37。萨博35那种双三角翼的科幻感，放到现在都能去拍星球大战。而 JAS-39 鹰狮则是瑞典人基于武装中立国策被逼出来的顶级神作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，瑞典作为一个紧挨着北极圈的国家，国土防御的压力极大，他们的机场很可能在开战第1天就被大俄的伊斯坎德尔洗地。就像现在的乌克兰，其空军基地是俄军远程导弹的重点关照对象，所以鹰狮从立项的那天起就没打算在长长的水泥跑道上撒欢，他被要求能在只有400米长的林间公路上起降，这在全世界4代机里都是独一份。只要有一段平整的路，甚至是一条高速公路，鹰狮就能原地满血复活。而这对现在的乌克兰来说，意味着他乌军不需要大动干戈去重修那些被俄军死盯着的空军基地，随便一个森林公路出口就能变成鹰狮反击俄罗斯苏34的临时跳板，一点不像 F-16。虽然名气大，但它那个巨大的像吸尘器一样的进气口，对跑道清洁度要求到了变态的地步。在满是瓦砾和沙土的乌克兰战区， F-16可能还没起飞，发动机就先被砂石磨成了废铁，这种生存力简直是为乌克兰量身定做的。而且 JAS 这个缩写分别代表了对空战斗、对地攻击和侦察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能选手。虽然它只有14吨的最大起飞重量，在苏35这种重型机面前像个小个子，但正如那句老话，浓缩的才是精华。轻型机意味着更低的使用成本和更高的出勤率。瑞典人计划明年捐赠16架鹰狮 CD 型，这让很多网友开始担心，这老型号能行吗？千万别小看这批 CD 型，他们可不是过时的旧货，而是经过 MS-20P4 深度软件升级的职业刺客。在现代空战中，机格的寿命只是躯壳，软件的逻辑和武器的兼容性才是真正的灵魂。乌克兰最需要的不是一架能在大荧幕上耍帅的战斗机，而是一个能随时随地起飞、捅完就跑的战斗机。
另外，能飞起来只是第一步。面对在几万英尺高空虎视眈眈的苏34，鹰狮之所以敢叫板，是因为他手里攥着一把足以刺穿大俄防空网的死神镰刀，而这把长镰正是让五角大楼都直流口水的全欧洲科技结晶——流星空对空导弹。在现代空战中，我始终认为先敌发现才是制胜的关键。鹰狮 CAD 型使用的是 PS-05A 雷达，是一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。虽然和那些高大上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相比，功率和孔径都受限，想要在200公里外抓住苏34，也确实有点像拿着手电筒在操场找蚊子。但各位，现代空战早已不是尔虞我诈的单打独斗，而是讲究体系开挂。瑞典给乌克兰的不仅仅是16架鹰狮，还有那2架价值连城的 ASC-890 空中预警机，这才是真正的上帝之眼。它的雷达可以从高空俯瞰整个战场，通过 Link 16或者瑞典自家的 TID-LS 数据链，预警机可以直接把苏34的精确坐标推送到鹰狮的屏幕上。这时候，鹰狮根本不需要打开自己的雷达搜索目标，它只需要保持无线电静默，像幽灵一样接近。等到进入流星导弹的射程范围，飞行员直接按下发射键。况且在200公里这个距离上面对苏34，流星导弹带来的安全感是 AIM-120 给不了的。流星导弹采用了革命性的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，这玩意儿简直是黑科技。传统的导弹一出舱是猛喷火，然后靠惯性滑翔，越飞越慢。但流星导弹不一样，它在飞行全程都能通过调节进气量来控制推力。这意味着它在接近目标的时候，依然有充沛的能量进行大过载机动，其不可逃逸区是 AIM-120 的3倍以上。俄军就算做10个眼镜蛇机动，也躲不开这枚导弹的死亡之吻。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的专家布朗克说得很直接，鹰狮拦截苏34的成功率远高于配备 AIM-120 的 F-16。当然，也有人会说，俄军的苏34、35战机也不是吃素的，它的机动性可是顶级的。这我们就得聊聊了。GES-39 鹰狮虽然是单发轻型机，但其机动性被严重低估了。由于采用了近距耦合压翼和三角翼的布局，鹰狮在低空低速下的能量恢复极快。根据美国专家的评估，鹰狮 NG 的稳盘性能甚至优于阵风和 F-16，它就像个灵活的重量级拳击手。虽然拳头不如重型击重，但躲闪和反击的速度惊人。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，流星导弹让乌克兰空军拥有了非对称优势。我们可以算一笔账，俄军的滑翔炸弹虽然便宜，但挂载它的苏34和培养出的飞行员可是无价之宝。如果每次扔炸弹都要面临被流星导弹点名的风险，俄空天军那本就捉襟见肘的出勤率还会剩下多少？那么当这种空中猎杀成为常态，乌克兰战场的天平将会发生怎样戏剧性的倾斜？俄军现在的优势是什么？就是靠滑翔炸弹的廉价与高效，通过拆迁式轰炸来抵消乌军的防御。但如果鹰狮到位，乌克兰拿回了部分制空权，并成功建立了150公里宽的空中防火墙，那俄军引以为傲的滑翔炸弹攻势将被彻底瓦解。同时，由于苏34不敢靠近，俄军的地面进攻就失去了唯一的空中重火力支援。而没了空中掩护的俄军装甲纵队，在乌军海马斯和无人机的眼里，就是一串串移动的军功章。再往深了想想，鹰狮的到来预示着乌克兰空军真正实现了北约化。它不再是那个抱着苏制老装备修修补补的苦孩子，而是真正融入了北约的作战链路。2架 ASC-890 预警机加上16架鹰狮，或许只是一个开始。他们能把雷达发现的信息瞬间传给地面的爱国者系统，或者是海面上的无人艇。这种体系的互联互通会让俄军发现，他们面对的不是乌克兰一家，而是整个北约世界的工业算力。随后，大家再回想一下视频开头提到的那些新闻：黑海舰队大后方被炸，图142反潜机在机场被毁。这说明乌克兰的情报和远程打击能力已经炉火纯青，现在缺的就是能把这些战果扩大，并在正面战场建立禁飞区的硬实力。作为一名乌克兰粉丝，我始终相信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流星导弹绝不会缺席。虽然瑞典目前还没拍着胸脯说一定给最全套的流星弹药，但看看现在北约各国这种切香肠式的援助速度，只要飞机到了，好东西还会远吗？乌克兰人正在用自己的鲜血和智慧向全世界证明，只要给他们支点，他们就能撬动俄军的爪子。
说到这里，我也想问问看视频的各位，你们觉得在 F16和鹰狮双管齐下的未来，俄军还能撑过几个夏天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